卓越的营销管理从这里开始。你好，我是孙晓东。进入我们第一章节的第3个知识点关于一级节点的分解动作。我们在一个企业管理管理一个项目，3年也好，5年也好，它是一个长周期的管理。上节课老师给大家分享了18个关键节点。那么我们在3年、5年要管理18个节点，你不能只靠这个关键节点来做。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关键节点要进行细致的分解分解成2级节点及3级节点。那么孙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环节给大家讲一讲关于18个一级节点如何把它细分成若干个分解动作，保证我们的一级节点有效的来实现。那么先讲一讲我们的项目定位阶段上节课给大家分享了，我们在项目定位阶段的时候，我们要关注3个内容就3个一级节点要开3个会第一个就是项目可研报告这个项目投资可研到底能卖多少钱营销要参与，最后给拿地之前要做一个项目举牌拿地的一个成交的一个决策会议举到什么时间就不能再举了什么时间还能可以再举我们要做一个投资可研报告。那么这个投资可研报告的话呢，如何去保证它有效的这个全面的来完成？那么它的分解动作呢有3个内容就是我们所谓的2级节点首先第一个就是营销策划主导开发投资的这种逻辑必须要在企业里边确定，就是一定让我们的公司让我们的领导要重视营销的建议。你看我们做投资可研的时候，不管你是算 IRR 也好，算 ROE 也好，其实核心都离不开一个核心数值，什么东西呢？我的销售额。销售额会反推什么呀？利润值。你的所有的什么 ROE 算法也好包括 ROIC 算法也好，包括 IRR 也好，它的分母永远是这个利润值。利润值其实核心就是你的销售额。那么如果你让前测人给你分析这个数字的话，他一定会高估，会乐观的估计我1.4万拿的地，我能卖2.8万，你能卖2.8万吗？是不是？就这个数值一定是营销来参与的。所以我们说要做投资可研，一定要公司上下有一个了解，一定要营销参与主导前测，一定要营销参与主导算账，不是营销人来主导，是营销的意识、营销逻辑来主导，通过市场的角度、市场的算账来判断我们这个项目是否具备盈利性第二个，项目投资决策可研测算，我们叫做静态测算这个可研测算的话呢，不是我们说的拿完地之后做一个为期40天、50天的一个听过外脑来做一个大量的一个产品设计市场分析竞品分析的这种测算，而完全是算财务账。那么营销要从营销的视角给我们的项目在开发周期以及议价能力确保、现金流安全确保，给一些数据来确保完成项目可研的一个测算。不同企业的测算重心是不一样的，有的企业关注 IRR 是吧，投入产出比，有的关注于净利润是吧，有的关注是自有资产净利润，有的是关注于是吧融资这个成本和周期。不同的企业测算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营销参与项目投资决策测算这个计算公式的设计重心要根据企业的需求量身定做。第3个，项目可研执行及报告的撰写我们把测算的依据把测算的这个内容放到测算公式里边去，给公司提供一个决策依据你要在投资可研方面要签下你的名字，告诉他这是我们营销部门测算出来的，你按照这个测算值算 IRR、ROE， 算出利润值来支持我们拿地的策略。至此一个项目的可研阶段的报告内容才算结束。那么每一个操盘手必须要干3件事就是这3个2级支撑节点。就是第一个，要让集团公司知道营销参与这个前期投资可研的一个必要性。第二个是我营销参与什么内容我们要给你提供什么样的数据，这个算法很重要。第3个就是这些数据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样子通过这个数据来反推我们的测算，反推我们的盈利性，反推我们拿地策略就是这是我们确保我们18个里程碑节点第一个节点项目可研报告的很重要的2级支撑节点。那么讲第2个关键节点定位报告产品定位报告。拿了地之后了，我们设计部会让营销提供一个项目设计的这个计划任务书，就营销要从市场阶段也给他提出来，我要什么户型，要什么配比我要什么样的配置，精装修还是毛坯要什么样的配套。这个我们营销提出的建议会影响到市场发展的走势，会影响到你的产品功能，会影响到你的客群导入，
会影响到未来所有的市场表现，所以这个节点也是会非常重要的。那么一个营销操盘手会不会做项目可研定位报告，这是很重要的，是结合产品来做这个报告的。我们经常开玩笑的叫7对眼睛，是吧？它也是由3个2级节点来支撑的。那么完成一个项目的产品可研定位报告，要关注3个分支节点内容。第一个，项目定位市场研究工作的模板你得有一个模板，才能组织我们的调研工作，才能总结归纳，实现我们的调研报告的完整性。往往很多项目卖到后来卖不好了，一个项目好产品都卖了，剩大户型小户型滞销了，核心就是我们前期定位的报告是不完整造成的，就我们没有对这种滞销产品进行前期的有效的分析和估计由于前期定位的缺失而造成了后期产品的滞销最后撤走了营销。那么第二个关键支撑点是什么呢？产品设计阶段产品议价能力的确保，我们能不能给到设计部门更多的这个项目能多卖钱，能够确保议价的一些个好的建议，是吧？户型面宽近深户型的这个阳面和阴面的配置包括户型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议价能力表现呢，是吧？小区配套到底是配套个湖还是配套个这个食堂是配套个小学还是配套幼儿园这些要求是必须要营销来参与的第三个就是销售战略的制定以及爆品策略的制定，是我们先推洋房还是先推高层先推别墅还是先推小高是吧？战略是什么样的？而且我们的爆品，我们用什么方式卖这个产品比同质多卖钱，是吧？哪个点是我们打击客户最好的一个方法？这个爆品战略一定是在定位报告里边体现出来的，因为这些所有的这个我们营销想要后期表现的内容，全部是跟成本相关的，一定是跟图纸相关的。所以这个环节里边，营销参与内容也有3点。那么第三个就是全盘营销方案有4个指示点。我们要做一个整个项目的销售的回款的一个方案计划，3年、4年、5年的时间，你要关注4个内容，完成一个项目的全盘的操盘策略。其中第一个就是项目启动会，我们要给启动会开这个会，要提供启动会决策，是吧？这个项目我们建议是3年开发4年销售，是吧？4年销售的话，首开期开发什么产品，销售什么产品，销售多大的体量，是吧？续销期、清盘期怎么来保证我们的回款和我们的项目开发，尽量小的利用融资的资本尽量快的把自己投入的钱收回来保证我们的投入产出比以及我们的现金流安全更加科学有效的保证我们的利润，叫动态成本控制第二个，项目开发计划决策指标的数据制定这个项目考核这个项目先期跑量，后期拉溢价，是吧？那第一年的考核指标是不是以销售回款为主？那第2年是不是以溢价率为主？不同时期的我们的考核营销指标，考核项目的整体开发运营指标的点是不一样的，我们要制作一个计划。第三个，项目现金流量计划。那么制定好计划了，好，我第1年我要跑赢整个全盘项目的50%的货，是以低价出货的方式来做这个事情了。那么什么时间卖货，什么时间回款，什么时间公司支付，一定是先回款再支付。一个项目拿完4证，办融资4证贷款批下来之后转天开盘，效果最好的。利用了渠道的融资，同样利用市场的回款，这样最大限度的来满足项目的现金需求。如果你先开盘了，贷款公司不给你放款了，因为你有回款途径了。所以我们说，我们的融资的渠道以及我们的销售回款渠道以及开发的支付一定是匹配的今天回钱，明天付款，效果最好。不能房子建成了，钱花了没回款，更不能我卖了房子，最后房子没有货卖，是吧？热度减少了，一定是开发周期和销售周期进行完美的匹配，这样才是好的项目。最后一个，项目全盘营销方案的制定，根据我们的回款指标、现金流指标来反推我们的销售指标通过我们的销售指标确定，反推我们的筹量指标、解筹率指标、到跑量指标、转筹率指标以及推广覆盖营销费用指标。所以我们说营销它是门科学是门逻辑学和概率学的一个科学技术。我们一定要通过我们的总分关系，把总的决策指标确定之后，然后再分解到产品指标、推盘指标、营销费用指标相关的任务指标。所以它的逻辑是要相通的。你要想成为一个好的营销管理人员，在前置阶段，在项目定位阶段，一定要有一个算账能力如下3个1节点以及如下10个2节点，是我们做好项目定位决策测算最重要的核心技术。如果你是优秀的营销一把手，这一页 PPT 里边的这
3大关键节点和10个算账节点是必须要具备有这个能力的。那么进入到第2个阶段就是我们开盘前准备阶段了我们算账算完了，计划也制定下来了，接下来是我们实施了，如何保证有效的首开，在开盘前要做好如下我们说10项分支工作，也是3个节点10项分支工作。第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们年度指标的制定了，我们有上一批全部操盘3.5年的一个开发周期的一个计划了，把它分解到每一年的重心是不一样的我们年度任务指标的战略方针的制定也分为4个支撑节点，叫2级关键节点。第一个项目年度的货值货量计划，我要打仗，我必须要军备，是吧？得有武器弹药。我要卖房子，必须要做出来产品是不是？我今年开发10万方，我卖个7、8万方，这10万方什么时间到货？是吧？你3月份到货，我能卖7、8万方；你要是9月份到货的话，只能卖个4、5万方，跟我们的动态的产品管理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我们说年度的货值货量关系的梳理是第一要考虑的。你的货是 A 货还是 C 货？是尖货还是牙货，跟你的市场表现是不一样的，是吧？你到货的时间是3月份到货还是9月份到货，跟市场表现是不一样的。第2个，项目年度营销目标计划的制定，只有货值货量梳理清晰之后了我有10个亿的货我这10个亿属于 A 类货，好，我今天定指标定7个亿通过货值货量关系反推年度计划。那么第3个，把年度计划7个亿分解到12个月里边去，根据我们公司的回款计划以及市场的表现1月份、2月份、3月份、4月份、5月份每个月卖多少货分解结合我们的指标，比如说9月份卖1个亿，好，9月份倒推8月份，1个亿是由100套房子组成的，是吧？一套房子100万，那8月份呢认200个筹，认200个筹才能9月份解抽率50%卖100套房子。那8月份考核你的指标就是什么呀？筹量。那7月份要是认200个筹，7月份要到访1000组客户，只有到访1000组客户了，转抽率20%，你8月份才能认200个筹。那么7月份考核你的指标是什么呢？到访量。那这是一个住宅的一个转化率。如果你是卖别墅的话，你就不需要1000个客户了，需要600个就可以了别墅的转抽率是非常高的，转抽率20%、30%，比住宅要高很多。那别墅的解抽率也比住宅高10%，一般100个筹能解60个筹。所以我们说这就是别墅。如果你卖的是写字楼，你卖的是商铺的话，就完全不一样。商铺是非必需品，是吧？你要想认200个筹，你必须要到访2000组客户，就不是1000组了就到访转化率只有10%转抽率。那别墅的解抽率也会很低，40%左右。你这200个筹最多只能卖80套这个商铺。所以我们说不同产品的你的筹量关系以及到访量关系组织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项目年度计划里边一定要把我们的指标分解到各项分项指标，然后把完成指标的路径设置清楚了。我要完成7月份完成1000组到访，那我用什么样的渠道活动，用什么样的推广方式能保证1000组到访，就是我们的项目年度的营销推广的方案计划要写清楚。那么第4项内容就是我们的营销费用，是吧？我要搞活动，我要做宣传做推广，你的钱是由各分支项来支撑这个事情的。所以我们在中国管理我们营销管理计划管理，我们经常会用一个 PPT 管理的方式，就每个操盘手会不会做 PPT是我们每个操盘手的专业基础核心。那么全中国的管理企业 PPT 其实就是老师讲的这4个核心分支管理项。你学会做了年度计划了，里边含4大内容。第一个，货值货量，盘货，我有多少货，货的级别，动态货值管理，什么时候取证，这个先梳理清楚了。根据大1的货量，再推出大2任务指标，定高定低了是否合理，然后推出大3什么呀？我的指标分解支持动作，我靠什么样的动作来支持到访、筹量和解抽率，逻辑关系讲清楚。第4个就是营销费用，我花多少钱来保证前3项指标能够有效的落地完成。所以我们全中国操盘手管理，你的 PPT 几乎是围绕着这4个维度的，是吧？孙老师，我们集团发的这个 PPT 里边，大1是市场数据分析，市场数据不是大1，是0，是附件，通过市场的供求关系以及去化周期来判断我项目到底是 A、B、C 类的货。所以我们说你以后做项目管理的时候，千万不要找集团要 PPT 要模板，照着模板去做的话，你每一胚自己不想清楚的话，逻辑不清晰的话，领导一看就知道你的 PPT 是抄来的，是几个小伙伴帮你凑齐的，你这个管理者是没有水平的。所以大家掌握这个逻辑了，1、2、3、4个逻辑了，它其实我们考核一个项目管理的这个能力，它看的是一个操盘手的思路是否清晰必须要亲自做。至少这4个章节里边最后一个章节最后总结的篇必须仔细的要把它梳理清楚了。它一定是有货值货量关系分解
倒推指标，指标倒推分解动作，再倒推营销费用啊，它是一个逻辑。营销我们再强调一点，管理的是逻辑管理，你的逻辑清晰，你的房子就好卖。那么开盘准备第二个 A 类节点啊，开盘前的工作计划准备清单、销项清单。那么我们也有4项2级节点来支撑。第一个，销售团队的架构搭建以及管理制度的制定，是吧？治家要有方，治国要有方，你必须有制度，是吧？什么样的项目配多少人，是吧？你怎么管理，一定是我们的架构和制度管理的这个职能是要前置的，是吧？一般我们暗场管理3条线暗场线、策划线和后台客服线。每个暗场线、策划线、客服线配上什么样的兵种，配多少人是有相关规定的每个岗位职责是要制定下来的。暗场管理制度一般分为3类，第一类是公司制度，就是每一个员工要管理的制度；第二个是暗场制度，是吧？你在这个工厂里边工作，你要关注的这些个工作的一些内容；第三个就是绩效管理制度，是吧？你的指标完成怎么奖励，完不成怎么惩罚你。我们一般制度是用3个制度，你的暗场里边应该有3个制度才对了第二个2级点就是团队的组建及人员招聘以及培训。我有架构了，我有管理的岗位职责了，我还有制度约束了，按照规章制度，按照流程开始招聘这样的人，把人招来之后符合我们的人才要求的，而且还要按照我们的制度进行洗脑给他进行一个管理和培训不同企业管理的重心是不一样的。你在上个项目卖得好，不一定在我项目卖得好，一定要按照我们公司的管理要求，按照我们公司的绩效考核标准来重新对我们的人才进行2次梳理，而且对专业度要进行有效的再次培训，这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销售员在上一个项目成功了，带着上个项目成功的经验和自己的信心来到下一个项目了，下个项目的客群变了，产品变了，销售说辞、动线设计全变了，他按照固有的思考想法来卖新项目，不会有好的结果。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抓住暗场，要抓住新团队的员工的培训，不管你是新人还是老人，必须按照我的新项目的管理要求，以及我们考核指标要求和我们的销售输出要求，重新进行2次培训，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暗场服务质量的确保以及我们的物业合同的签订。除了销售员以外，暗场的体验感一定要做足。所以我们不单单是只有销售员是我们的演员，我们的保洁、保安，所有这些个参与客户接访的人员都是很好的展示我们企业项目魅力的一个演员，一定要把他们暗场服务质量品质提升上去所以营销一把手要关注暗场的服务水平。客户现在很细致他买金科、龙湖、万科，其实产品都差不多，价格也差不多，其实他关注的就是细节，你的项目的小细节，你的保安保洁是否有服务意识，是吧？你的在期房阶段售楼处管理是否有效，工人是否工作是否认真仔细，是否有些规章制度，这是很重要的第四个，依照动线设计、销售、道具制作、安装。每一个项目的动线都是不一样，老师提到了碧桂园进门对沙盘，为什么？我是比较式输出，旁边卖8000，我精装修卖8000，旁边3万平米，我13万平米，我的规模大，我性价比高，所以他是希望客户带着旁边的沙盘信息到我项目来看沙盘。龙湖进门一定动线曲折，是吧？景观环境做得非常漂亮，去地产化。那进我售楼处之前，忘掉旁边的精品项目，叫抹去环节，是吧？旁边14000，我进门一看，我沙盘18000，一问价格就不买了，现在不够。我先进了一个公园里边去，让他忘掉14000的一片空白，进我售楼处，给他讲成本高，高兴高价格，让他接受18000。所以不同的项目，它的动线设计是不一样的。我们很多项目的动线都是照抄照搬的，你可能抄的运气好，你抄的这个项目正好跟你的战略是一样的，但大部分的企业，你的项目市场环境是不一样，你照抄别人的动线，不一定能很好的结果在一个错误非常别扭的蹩脚的动线里边，客户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转化率是极低的。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要精准的制定自身的特定的街访动线流程，这是很重要的。只有在这个环节做，才能对未来收入开放很好的一个客户街访和转化提供很好的支撑和帮助。如果你企业里没有这个会议让营销牵头售楼处展示区的一个动线设计会议你的企业的营销风险会极大。所以这也是我们开篇准备里边的4个分支重要工作。那么第3个关于品牌落地期我们干的事情，干2件事情。第一个叫 C 加争夺战，叫 C 加级客户。什么叫 C 加级客户就是有钱不买房的客户，如何获取他们，让更多的有钱人接受我们产品，变非意向为意向。
我们的业务增量不是要把城市的刚需跟同行抢夺过来，要把这个区域里边有钱不买房的客户，把它思维转化变成买房客户，这样的话你的客户基数才能增大，这样的话你的同行竞争才有优势。第二个就是我们品牌期、落地期的一些推广计划，让客户在接触产品之前，对我们的企业品牌、项目形象以及周边的这个功能配套有一个良性的认知，带着一种对项目很有好感的这种心态接触产品，才能实现高转化率。所以我们在品牌落地期关注的是2项核心技术。那么开盘前准备期3个核心节点，一节点10个2节点，就给大家分析到这儿。那么项目进入首开期首开期是我们最难的也是最复杂的一个环节，一共有5项一节点，那么我们也涉及了12项2节点分支项。第一个开盘计划要关注3项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不同产品你的开盘的计划的选择是不一样的，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项目的一个开盘方式，这个计划选择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第二个就是我们黄金60天，就开盘前45天和开盘后15天，这60天我们要做的工作具体内容项是什么第三个首开阶段到访量和筹量计划，就是我们的到访量的指标以及实现它，筹量指标以及实现它，我们要给出一个明确的一个计划。我们不能说2个月之后开盘，现在开始认筹，等到1个半月之后说哎呦筹量不够了，一定是要设置浮漂的我们1周也好2周也好，考核这个团队筹量不够，立马加节点，立马延长时间来保证筹量，只要筹量稳定了，才会有什么解筹率的确保。所以我们说一定是分阶段性的考核，分阶段性的设置浮漂，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开盘有效的达到我们的预期。那么第二个售楼处样板间的开放2大开放售楼处开放认需筹，样板间开放认实筹，这2大开放动作是我们营销标准动作，不展开讲了，后面的课会给大家详细展开讲。第三个价格策略以及开盘执行计划，这也是我们在开盘的期的里边非常关注的一个事情。第一个，开盘的价格一定是在我们现有的决策底价的情况下，根据我们的筹量关系结构，根据我们的客户对产品的认知度在开盘前进行动态调整的，这个微调是非常重要第二个就是庄户式动作的执行，老师之前的课给大家讲过了，我们在开盘前有个庄户动作，不同产品庄户的深度是不一样的。如果你要是个住宅开盘，产品驱动性比较强的话，庄户不会很深，是吧？如果你的筹量比较少，或者是你要想精准开盘，或者是你卖的是商铺、卖的写字楼的话，就一定要庄户要深度庄户，提前收钱，2选1的方式，或者是1户1落位的方式庄户的深与浅跟你的开盘解筹率是有非常深刻的息息相关的这种关系的。第四个，开盘动作及复盘会，开盘那一天要干的事情干3件事，老师讲过了。第一个，点动词开盘技术的应用，上午9点到12点干的事情。第二个，开盘后未成交客户的清扫执行动作，就是开盘后1个半小时，12点到中午1点半，以及下午3点开始的2次救赎的动作，这个动作是必须要做的北方我们叫扫野动作，南方叫打野动作这个2次开盘2开动作一定要做好第三个就是开盘复盘会，不管多累多晚开盘当天晚上必须要把复盘会开掉，把这个开盘总结最清醒的时候把记录下来，对与不对的地方为后面的开盘做好我们的经验准备。那么第5个关节点加推动作一般是开盘后15天我们干2个事情，一个是开盘后期的客户答谢会，客户答谢会不是给买房客户做的一定是把买房客户和未解除客户一并邀约过来进行有效2次挤压，实现意向转化，互相挤压，买了房的人说好，让那没买房的感觉自己很气馁，感觉自己很这个卑微，是吧？觉得自己应该证明自己有价值我们说客户答谢会是挤压2次必定最好的一个方法，同时还要激活老带新然后15天之后是加推动作3批客户第一次开盘没解筹的客户，老带新的客户，以及15天之内到访的新客户再杀一次。所以我们1次开盘其实是由4次解筹完成的，开盘上午、开盘下午、客户答谢会和加推动作4次接触客户，最后等你4次折腾完客户了，客户买不买你都心知肚明我们再强调一点，就是你开盘的目的不是为了卖货，目的是为了搞懂客户为什么买为什么不买，通过价格策略来去影响我们的推盘的结果这就是我们说首开期需要关注的12项2级关键节点。那么续销期内容就非常多了我们提到了5个1类关键节点
以及若干个2节点，给大家简单讲一讲啊。续销期推盘策略计划，这个续销期推盘策略计划里边涉及出4个内容啊。第一个，续销期小步快跑推盘策略，什么时间卖老货，什么时间推新流动，这个节奏感一定要打出节奏感。第二个，续销期客户多次到访的一个逻辑关系，续销期客户没有开盘压力，是吧？他可以来可以不来。那么怎么保证一个客户1个月能来3次4次到售楼处，持续关注我们产品，实现高效挤压？这个能够续销期打出节奏感，这也是一个开盘技术啊。第三个就是续销期按场成交率确保的几项关键技术，如何确保在续销期客户不是这么着急的情况下，能够让客户有紧迫感，能够逼定。我们给大家总结了7项技术手段。第4个，续销期主动邀约技术的应用，如何通过销售员邀约，让客户什么时候打电话他能来？这个打电话邀约技术也是我们续销期每一个销售员维系客户邀约客户是我们的核心技术这4个技术是要我们在续销期推盘计划里边要体现出来的，而且要通过这个续销期的这种喘气期就是我们有时间了，给销售员2次培训了，要给大家做一个培训。首开期的节奏感和我们的技术动作和续销期节奏感技术动作是不一样的，所以要一定给销售员做一个2次培训的一个过程。第二个制作团队应用及管理技术，如何在续销期打造一个制作团队？首开期有很多企业用自拓，其实效果不大，因为什么？首开期工作量比较大，节奏比较大，你首开期宣传推广量很大，你接自然到访就可以了那么自拓团队在续销期应用是非常大的销售员很闲，10个销售员每天只接访3组客户，另外7个人每天玩8个小时手机，是吧？与其那样，还不如把这些个销售员组织起来，分期分批的、有层次的，到身边的工矿企业里边去，走出去老客户老带新，搞一些活动，是吧？找一些同行做一些经纪人的这个互动实现跑销技术。所以我们说，续销期成立自拓团队，管理自拓团队，是我们续销期打出高业绩表现非常重要的技术手段其2个关键点。第一个，标杆企业的拓客模型，就是像融创这样的企业，它是如何管理自己的自拓团队的。第二个，就拓客12式及说明，如何让我们的销售员转化成经纪人去整合周边的接触到的资源，老业主同行包括什么周边的企事业单位包括媒体看房团这些资源如何整合，如何让销售员从做销变成跑销，从一个销售员接访的职业顾问变成一个经纪人，去经营自己的这个资源。我们给大家12个工作的一个说明。那么第3个关键点，外部渠道应用，管理外部渠道，像贝壳这样渠道，是吧？怎么管理他们我们关注4个内容。第一个搭建外部渠道，如何搭建他们，如何选择渠道。第二个，关于中介的维护标准化，如何把2、4级联动二手房的这个中介资源向我们企业去倾斜第3个，渠道任务的指标的制定以及指标分解的一个考核。第4个，渠道制度的一个打造心法，就如何管理渠道，也是门我们近几年新兴的一个技术。那么工程节点的利用，一般我们售楼处里边会用到续销期的时候，销售的时候会用到几个工程节点包括实景样板间开放房屋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了，我们可以在实楼里边做样板间了。我们经常开玩笑的说如果一个项目首开没有成功的话，还有一次补救的机会，就是可以利用实景样板间2次打击市场，把实景样板间开放做大做足，是续销期里边很重要的一个技术抓手。但是实景样板间跟我们售楼处开放的样板间是不一样的如何去做好实景样板间。第2个项目封顶及竣工节点的应用，如何贴靠项目的这个封顶竣工以及我们说的配套实施开业运营技术你看我们万达就是这样的，开业前1年有一个招商大会，我把开业的技术前置到营销阶段来讲，服务营销这就是我们说工程节点利用的3大核心技术。第5个就是交房营销节点，如何利用好交房做一个大型的开盘活动上节课老师讲过了，交房是我们卖现房的一个标准，所以任何一个企业都要抓住交房这个环节，把我们的业务实现增量，要做大活动有5个关键点。第一个，把交房当成开盘来做，那如何利用贴靠交房来做我们的现房开盘，这也是一个核心技术。第2个，关于交房动线以及售楼处接访动线的一个巧妙的规避，不能让这些个买房客户的负面情绪影响到暗场的正常接访，这也是我们要关注的内容。第3个，
结合服务提纯卖点，做硬广宣传，就是在交房环节里边一定要做硬广宣传，告诉他们我们是现房了，让这些个买现房的刚需客户群关注我们产品啊，关注我们的营销。第4个就是房屋交付时的一些个关注点，如何去屏蔽老百姓的这负面舆论啊，如何做好交付的工作，如何结合我们的交房服务，让客户的满意度提升啊，让激活老带新，这也是我们在交房的时候要做的一些技术应用的一些个探讨。所以呢，我们续销期要关注的就是如下的5大关键节点啊，以及如下的17项关键技术。那么进入清盘期了，我们给大家提出6项20级点分支指标。在清盘计划里边关注6个事情。第一个要关注我们的抵房策略啊，中国做抵房做的比较好的，融创算是一个。它抵房不是到清盘期抵房，它销售过程当中就开始抵房了，而且不但我把房抵出去了，还能把房屋落实到谁抵的房子。我把房子顶底楼抵给总包，8套房抵给总包了，我还教会总包如何把这个8套房子抵给分包，而且不但容易抵过去，还能让他过程当中赚钱。然后再教分包如何把他房子抵给包工头，是吧？抵出去了，最后他不要的房子那怎么收回来，在手术里边回购代卖啊？融创它有一套专门的技术，是我能够把总包这条线以抵房的方式，不但要强压给他，还要把它形成一个我们的独立的销售渠道，让他们把我们工程线的这些个有钱人导入到暗场来实现成交。所以关于抵房策略也是我们在清盘期很关注的一个策略。第2个关于一次性清销，最后还剩30套20套，搞一次开盘全部清掉，一套不剩啊，这点恒大做的比较好，项目剩尾盘20套了，好，最后7折，是吧？卖给销售员，1年之内有一次更名的机会，是吧？销售员自己为了赚钱的方式一次清掉了。哎，这种一次性清盘这种开盘技术跟首开期续销期是不一样的，卖完了后面没有甩尾动作，卖完就收入拆掉了，不让老百姓反应过来啊，这个技术也是很关键的。第3个2、3级联动啊，如何通过小区自己炒热自己的二手房，利用二手房信息的涨价来倒逼我们新房拾便宜柴火，卖掉我们的尾房。如果你自己不主动炒高自己的销售二手房的话，很有可能1、2套二手房低价倾销之后了，整个小区的房子就会变成一个这个低价抛售，这样的话，你的新房二手房都没有好结果第4个，如何协同物业公司配合我们联动清盘，特别是卖车位，物业公司卖的比我们开发商要好很多，但是物业公司是不希望卖车位的，是吧？卖了车位自己就没有租金收益了，小金库就没有了。所以如何去说服物业公司帮助我们去卖车位，也是我们营销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技术。第5个关于车位库存的去化技术我们会着重给大家讲一讲关于车位如何去化。最后一个关于完美售罄这种清盘节点最后一套不剩的时候，我们要搞一个活动，花个几万块钱、十几万块钱，搞一个大型的业主这种联谊会，庆祝我们房子完美售罄，同时对下一个项目或者2期项目做一个引燃这个开始做老带新，提供我们认筹启动，就把第一个项目的结尾变成下一个项目的一个启动连起来。所以我们说在清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很多的技术，但是往往很多企业到清盘的时候不重视营销了，做成了一个虎头蛇尾，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收尾，这也是很遗憾的最后是我们营销的后评估报告，这个每一个操盘手必须，我还是希望大家做一个项目，其实要完整的把项目拿地到清盘做一套完整的项目，这样的话你的收获会很大。就自己的计划运筹帷幄的这种设计能否在实践当中去，这种实践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对我们后续的营销管理工作是很大的帮助的学会营销后评估报告。所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我们的营销工作其实我们在5个不同阶段里边，我们关注点是不一样的。项目定位阶段关注的是产品，一般关注四个内容我们的户型，什么产品适合什么人买，以及我们的配比，是吧？这种户型是多少人会买户型和配比不是一个词，是2个词，还有2个词就是货值和货量。有很多同行说货值货量关系是一个词，不是这样的货值是货值，货量是货量货值是我们的推盘节奏，货量是我们的议价标准，这2个词是不一样的，是吧？我这个项目30万方、50万方，一年卖多少方，这是我们的计划。但是货值，我先卖别墅和先卖高层，最后给我们整体的货值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区隔货值货量关系分开来研究它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在项目定位阶段一个营销管理的 KPI， 把这4个事儿，户型谁会买这房子配比
有多少这样的客户会买这样的房子，考虑清楚了。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货量啊，分期开发的计划，每年推多少这样的货。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货值，是吧？先卖哪个会有溢价，后卖哪个会有跑量的这种需求，就是它一定是一个动态的管理的方式。那么进入项目开拍准备阶段了，要考核5个 KPI 啊，关于卖点包装，一个项目有没有核心卖点，按名 slogan 起什么，销售道具、物料动线设计啊，人员培训以及指标计划分解，这5个事情是我们考核开发准备期是否达成企业或者是项目需求的一个5大核心 KPI。那么首开期简单了，3个指标啊，到访量、筹量、解抽率，这3个指标是每一个项目都必须要实现完成的，是吧？第4个续销期，我们关注是5个核心指标。第一个，自然到访量，数量越多，你的可控性越强。第二个，主动邀约到访量啊，就是不但做销，还要主去拓客啊。第三个，老带新比例。第4个，成交率。第5个，费用费效比。这5项考核指标是我们续销期的啊主动营销的一个考核啊。很多企业说我们要考核这个渠道到访量啊，高了不一定是好事啊。跟大家说一个事情，渠道到访量越高啊，外部渠道到访量越高的话，你可能很容易被渠道绑架，而且你要费用会超支啊。在清盘期关注的是3项核心指标：抵房率、超卖指标和2、3年联动量。什么叫超卖指标啊？你最后30-40套房子想要打折促销了，你前面这个卖这90%的房子，你超卖了多少？均价18000，你前面这个90%卖了19000，好，1平米多卖了1000块钱，是吧？前面超卖了1个亿，拿出10%到20%可以打折，后边这20-40套房子啊，7折、7、5折来卖，打这 OA 报告，集团会审批。如果你不算好前面超卖指标的话，后边这个 OA 是无法得到公司的决策支撑的啊。包括2、3年联动量，如何利用周边的二手房来卖我们的尾房啊。一般在续销期的话，我们采用策略都是高表深折扣啊。入市的时候18000，最后到清盘的时候卖到23000了，实际折扣呢只有这个折扣很大，也是卖到18000左右，但是二手房的反应可能到25000-26000了。让客户关注二手房，哟，这房小区二手房26000了，新房还有一个便宜柴火18000、19000，让他利用二手房的价格来倒逼新房的这个性价比关系。所以我们说，一个项目5个阶段，不同时期考核我们销售部的指标是不一样的。所以希望我们营销管理人员必须要了解不同时期的管理重心，了解不同时期的管理方式和手段，了解不同时期的考核方式标准。好了，我们今天这节课就讲到这儿。我们下一节课给大家讲一讲啊，我们营销管理全体系1、2级联动。老师刚才分了不同的这个时间啊，不同的这个内容给大家讲一讲，我把它连在一起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企业都在关注的，就是营销标准化。我们最后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模型，让大家一目了然的在一张图表上看一看我们的营销管理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好了，我是孙晓东，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儿，我们下节课继续分享。